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ason。上一支影片我分享了自己喜欢40毫米这个焦段的原因，包含我自己当初在购买尼康 ZF 时，也是选择搭配尼康自家的40毫米作为套机组合。这一次收到 TT Artisan 的邀请，来试用他们家针对尼康 ZJ 环所推出的40毫米 f2 这颗镜头。第一眼看到参数，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颗针对尼康原厂所发出的挑战。但随着我深入了解镜头的设计与产品定位，我也有了不同的理解。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。TT Artisan 是中国的一家光学制造商，专注于无反镜头的研发、生产与销售。这几年中国的光学技术成长相当快速，有长期关注第三方镜头的玩家，我相信应该都有感受到这个趋势。我自己对中国品牌的印象就是他们非常懂得抓使用者的痛点，同时产品有着极高的性价比。在过去 TT Artisan 的产品线更多的是以手动镜头为主，而在最近几年他们也开始踏入自动对焦镜头的领域。今天要分享的这颗40毫米 f2 就是一颗综合解决使用者痛点、高性价比的自动对焦镜头。这次我收到的是他们最新推出的银色版本，而对于喜欢低调一点的玩家们，也有提供经典的全黑配色。在外观设计上 ，TT Artisan 采用了非常现代的极简风格，在对焦环、光圈环与镜头根部都使用了相同间距的直向条纹设计。在字体方面，这颗镜头选择了相当经典的工程字体，有着良好的辨识度。令人惊喜的是，文字是使用雕刻、入墨的方式呈现，而非单纯的平面印刷。内附的莲花形遮光罩也是金属与塑胶的复合材质。镜头尾盖附有电子接点与 Type-C 接孔，作为未来镜头韧体的更新手段。材质是这颗镜头与尼康40毫米的第一个主要差异。镜头通体都是由金属打造，展现了高水准的制作工艺。冰凉的手感给人可靠、耐用的感受。单就质感上来说，很难想象这一颗自动对焦镜头只需要台币4000左右。而第二个与尼康不同的关键差异点，就是它具有实体光圈环。光圈环的阻尼感属于中等偏紧的程度，使用起来相当令人有满足感。对焦环的转动相当平稳滑顺，给人一种沉稳、精准的感受。以下这组照片是使用 TT Artisan 与尼康这两颗镜头在相同环境与参数下，并且关闭所有机身校正功能的对比。顺带一提，虽然两颗镜头都是号称40毫米，但实际上 TT Artisan 的视角更广一点。为了更直观的比较，照片我都以裁切的方式尽可能将其对齐。TT Artisan 的镜头发色略微偏红，浓郁一点，在人像肤色的呈现上会有些微优势。另外有很强烈的暗角，这点不管是在何种光圈数值下，都比尼康更加明显。TT Artisan 在最大光圈下的通光量会比尼康稍微少一点点，而到了 F11 与 F16， 反而会有约1/3到2/3档的过曝。经过多次反复测试与重拍，每一次的结果都有少量的变化，感觉这颗镜头在极端光圈的情况下，似乎存在着一些机械结构的微小误差。在光圈值 f2 与 f2.8 时 ，TT Artisan 的中心位置比尼康锐利一点，边缘则是明显松散许多。而中心画质的优势在光圈值达到 f4 后被尼康反超，此时不论中心或是边缘，都是尼康的表现更加出色。
不论镜头材质多好，画面放大100%后有多细致，对我来说这些都只是参考。真正让我在乎的，还是把它带出门之后的实际拍摄体验。首先对焦方面，它使用的是 STM 步进马达，与原厂几乎没有差异，反应快速、安静，可以放心自在地应对各种突发场景。原本我在使用尼康40毫米的时候，都会加上握把来提升拍摄手感。但这阵子我实际将 TT Artisan 带出门拍摄的过程中，发现比较细长的镜头节省了更多机身表面积，转而让位给手持更多充裕的空间。就算不加装握把，手持起来依然相当稳定，这点是我意料之外的收获。稍微可惜一点的是，这颗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为40公分，与尼康的29公分相比，确实有明显差距。这意味着在近摄主题上会受到一些限制，特别是拍摄小物、手部细节或实物时，构图的弹性会比较低。整体来说 ，TT Artisan 40毫米 f2 并不是一颗完美的镜头，但它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。这颗镜头适时填补了市场上平价自动对焦镜头的空缺，同时还拥有金属材质、实体光圈环等等的加分项。光学表现虽然并不惊艳，倒也算是中规中矩，没有足以影响购买意愿的短板。以这个价格来看，绝对称得上物超所值。对于预算有限、刚入门全画幅系统的玩家来说，它是一个相当值得考虑的选择。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所有内容，欢迎各位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。如果影片中有错误的地方，也请各位不吝指教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，也请记得按下订阅键。我是 Ethan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